第314章，最后一轮开始。翌日，当天色刚刚有些蒙蒙亮时，这座繁华的城市便是开始犹如一台开启了发条的庞大机器，有条不紊地运作了起来。而那些穿梭在城市之中街道上的人流，则是为这台的庞大机器注入了动力。城市之中，今日最拥挤与热闹的场所，无需而问，自然便是那巨大的皇家广场。昨天的比赛，在经过观众席上的人们互相传播之后，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人被那惊心动魄的炼丹较量吸引了心神。因此，虽然现在天色还尚早，可那皇家广场之外却早已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人头一直蔓延到视线的尽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边一缕晨辉突破云层的束缚，照耀在了巨大的城市之中。当太阳升起之时，那紧闭的皇家广场也是缓缓打开了大门。顿时，外面那黑压压的人群犹如潮水一般涌了进去。当萧炎与海波东来到广场之外时，望着那门口处长长的人龙，皆是一愣，旋即无奈摇头。没想到今天的观众比昨天还要更疯狂。跟我来吧。海波东目光扫视了一圈，对着萧炎说了一声，然后便是掉头对着广场的另外一旁行去。跟在海波东身后走了一段距离，喧闹的声音也是逐渐的消减了许多。转过一个弯，萧炎这才发现，原来在广场的后面也还有着一个偏门，只不过在这偏门之外，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将大门堵得死死的。没有理会这些士兵，海波东领着萧炎旁若无人地从大门走了进去。而那些士兵似乎也清楚他们两人的身份，因为倒也无人出来阻拦。行进大门前走了一段距离，视线忽然开阔了起来。萧炎抬眼望了望，却是发现那柳玲以及小公主等人竟然早已来到。此时在他们身旁还有着不少通过了昨天2轮考核的参赛者。此时这群年轻人正互相间笑谈着。当萧炎两人进来之后，正在低声谈论着什么的众人声调不由得降低了许多。虽然现在萧炎依然是穿着一套2品炼药师的袍服，可在场的人已经再没有任何一人蠢到还以为这便是他的真实实力。昨天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萧炎所展现而出的实力让的所有人都是满心惊异。现在的他在这群参赛者之中无疑是处于领先者的地位，这种领先位置即使是柳玲以及小公主也难以比喻。毕竟昨天严厉的那番嘲讽几乎是对于每名加玛帝国的参赛者进行了打击，而萧炎却是唯一一个将他的嘲讽用实力反弹了回去。不管在哪，有本事有实力的人永远都能轻易获得人们的敬畏，这即使是放在炼药界同样是没有丝毫改变。呵呵，炎萧先生来得挺早啊。望着萧炎，小公主转身迎了上来，笑盈盈的道：小公主也不晚啊。虽然对小公主初次见面时的态度并不太感冒，可她毕竟是那连海波东都忌惮的老妖怪的后辈，因此萧炎倒也不好表现得太过冷漠，点了点头，随口说着毫无营养的招呼话。今天的考核可是最后一轮了，炎萧先生，我们可不能输给那个家伙哦。并未在意萧炎那敷衍性的回答，小公主轻笑道：尽力而为吧，那家伙也不简单。萧炎点了点头道：炎萧先生，在这种关头你可不能出什么差错呀，我可还等着与你一较高低呢。柳玲走过来淡淡的笑道：昨天的2轮考核他虽然也是坚持了过来，可比较起来的话，明显是萧炎更胜一筹，这对于向来性子高傲的柳玲来说实在是有些受打击。随意的点了点头，萧炎忽然抬起头，在2楼之上，法玛等一干工会高层正缓缓行出，瞧得萧炎望来，法玛对着他和善的笑了笑，然后带着身后一众人行了下来，与萧炎等人打着招呼。当他们行下楼梯后，萧炎这才发现那家老竟然也是慢吞吞地跟在后面。此时他正与身边的几位工会长老淡淡的笑谈着，与法玛、家老微笑着聊了几句。萧炎突然有所感应地回转过头，只见先前进来之处，一身灰袍的少年正缓缓行进。随着灰袍少年的进入，原本热闹的大厅顿时变得安静了一些，一道道充斥着各种神色的目光停留在前者身上。这家伙昨夜所说果然不假，
今日又是恢复了那种容貌。望着那与昨天如出一辙的容貌，萧炎微微摇了摇头。那所谓的芙蓉丹真的有这般神奇效果吗？竟然连斗皇强者都是分不出其真假。冷眼望着进来的灰袍少年，法玛与家老两人对视了一眼，淡淡一笑，笑容中却皆是蕴含着许些冰冷杀意。身为加玛帝国的巅峰强者，严厉这种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的举动，无疑是有些闲得命长了。如果不是这种场合实在不能动手，以及忌惮公会声望的缘故，恐怕3位斗皇强者当场就将会让他瞬间毙命。灰袍少年，应该是称之为严厉，他此时那稚嫩的脸庞上正噙着许些笑意，目光毫不在乎地在法玛3人脸上扫过，最后大摇大摆地对着大厅通往广场的门口走去。在路过萧炎之时，脚步方才顿了顿，笑道：你们3人中也就你还有点本事，不过你的好运今天也该到此为止了，这最后一轮我可不会再有丝毫留手。哈哈！望着那大笑而出的严厉，萧炎倒只是平静地耸了耸肩。小公主俏脸略微有些阴沉，而柳灵则是一脸铁青。身为丹王的弟子，她还是第一次被人这般看扁。算了，也别怒了，考场上一较高低吧。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粗略地算了一下时间，然后也是转身对着广场中行去。其后小公主无奈地跟了上去，柳灵倒是在原地狠狠咬牙切齿地诅咒了严厉一番后，方才离开大厅。望着那三三两两行出大厅的参赛者，家老眉头微微皱了皱，望向法玛，低声道：看来你应该是把希望放在了严萧身上吧？不过他能胜过严厉那家伙吗？哎，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所能做的已经全部做了，接下来便只能全部看严萧自己的了。法玛摇了摇头，叹道：说实在的，他也并没有太大的底，虽然严萧天赋不弱，可毕竟吃亏在年轻啊。闻言，家老也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他并未询问法玛究竟给了萧炎何种所助，这毕竟是人家公会内部的事情。缓缓走出一条走廊，刺眼的阳光忽然倾洒而进，眼前视线骤然开阔，惊天动地的欢喝声也是犹如潮水一般，一波波的对着耳朵倾袭而来。手掌遮在眼睛处，将阳光遮挡。萧炎抬头望着那高耸观众席之上的人山人海，不由得暗暗有些咂舌，偏头与那站在身旁的小公主微微笑了笑，便是对着广场中央处自己的位置行去。观众席上，当一些眼尖之人瞧得萧炎出场之后，顿时喧闹了起来，无数人彼此间窃窃私语着：嘿，看那就是昨天成绩最佳者，也很年轻呢，听说他的名字是叫做严萧吧？看他的模样也不过20出头吧，真是让人羡慕啊。这一次的考核似乎就他能和那出云帝国的灰袍少年抗衡了呢。昨天若非是他出手，那成绩最佳者恐怕就要落到那出云帝国的人身上去了。今天才是最关键的比试，希望他能打败那个出云帝国的家伙吧，不然的话，炼药师公会这次可就是有些丢脸了呀。是啊，无视了那从观众席上传下来的谈话，萧炎安静地来到自己昨天的位置，然后盘坐在石台后的大石座之上，看似是闭目养神，实则是在不断来回翻看着脑海中3文清灵丹的各种炼制手法以及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随着时间的缓缓度过，越来越多的参赛者涌进了广场。凡是进入广场的参赛者都是如同萧炎一般盘坐着调整着自己的状态，能够坚持到这里的大多实力与定力都不弱，谁也不想在这最后一轮考核中因为一点小失误而黯然离场。当赤日缓缓攀上天空时，广场之上的两边席位早已经被黑压压的人群所占据。咚！某一刻，清脆的钟吟声悠长嘹亮地在广场上空回荡而起。在钟声响起的刹那，紧闭双眸的萧炎缓缓睁开双眼，轻吐了一口盘旋在胸口的浊气，站起身来，抬起头望向贵宾席前台法玛所在的位置。高台之上，法玛轻轻咳嗽了一声，淡然的目光扫视着全场。半晌后，场中喧闹的声音缓缓安静，苍老而平缓的语调响彻在了每一个人耳边。各位，今天的考核将会是大会最关键的一轮，最后的胜者便是这一届大会的冠军，所以为了你们的努力，
今日全力以赴吧！吼吼吼！砝码的话音刚落，观众席之上，无数早已等待许久的人群顿时激动的齐声高吼，震耳欲聋的吼声直冲云霄。揉了揉被那吼声震得有些发麻的耳朵，萧炎偏过头，望向不远处那嘴角噙着许些冷笑的严厉，轻声喃喃道：“终于要开始了呀，接下来准备着拼命吧。”